大家好，这次官方提早的给了我们先行版的档案。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直播真的非常的烂嘛，直播我真的不知道他们重点放在哪里哦。看到一个女主持人搔首弄姿，然后那边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然后后面那两位我不知道是他们的工作人员还是谁啊，就是在打世界网嘛。哦，超烂的，技能根本乱按而已，感觉是完全的被我们在羞辱我们这些玩家。前面的那一个什么 Michael 的，我觉得他讲解的还不错，但硬生生的被那些主持人给卡掉，话都还没讲完。好啦，这个以上只是早上的直播抱怨而已。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次改版的东西。大家应该最想要知道的是这些角色谁是原生 T2， 谁是月卡角，谁是一般角嘛？我们直接这样看进来好了。马面雷神的话就是原生 T2 角，那他是 T2.5 的角色，这在官方直播就已经知道了。那星星的话一般角，但他是 DX 角。那至于菲尔呢？菲尔他是月卡角，月卡。好，角斗士让我讶异的是，他是原生 T2 角。感觉很像是连锁角啦，这个等一下点实施任务的时候才会知道。那么黑鹰的话，它就是一般角，就是身体就可以取得的角色。那剩下的是新制服的宇宙恶灵骑士嘛，跟星爵。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史诗任务的部分哦。史诗任务一进去就是可以取得马面雷神，所以马面雷神就是这一次史诗任务的小原生 T2 角色。我先把它点掉，那这些剧情你们正式版之后你们再自己去看哦，我都把它点快转。所以这次的连锁角色就是角斗士。真是太让人讶异了，居然是角斗士！我还以为他是下面这5位连锁之一，没想到他竟然是连锁角。但他怎么会是近战呢？他应该是要宇宙啊，怎么会是近战？你明明就是超人，你怎么会是力量？天哪！那收藏室的话，就是这4样东西：菲尔、北欧湖石、选择升阶券跟神话卡。然后DX 包就是星星，但因为测试那个先行版好像没有卖这个东西，所以目前看不到，还是说没有开，我不知道，因为商店点也点不到。而且这次官方特别提醒我们这些创造者俱乐部的人说，先行版的制服啊跟角色的价值不能显露出来，跟商店也不能显露出来，所以刚刚那些我只是一闪而过而已哦，我都没有显示那些东西哦。所以第一个是不能买，可能没有开放吧。没关系，那反正我第3部影片，我就是会放实施任务全部跑的流程，让大家看一下。反正各位就是先知道这次的连锁角色是角斗士。天哪！我就说了嘛，之前那些什么连锁角是菲拉威尔，那个不能是 P 图的啊 ，P 的那么丑，怎么还会有人去相信呢？哦，天哪，受不了！好，那我们现在就来介绍。大概讲解这些新角色的技能嘛，我们看一下马面雷神，这我直接把它点满了哦。但因为他是要从史诗任务才能取得这个角色，所以目前的技能部分呢，没办法说给你们看全满的技能的说明是什么。这些应该是点满之后的能力了齁。来看一下。应该是啦，好。他的队长技是电伤60%，那么他的被动的话是自身有减伤30%，跟一次性的回血，就只能回一次而已啦，毕竟他冷却有150秒。
那 T2 被动的话，就是自身无视防御有20%，跟电伤加30%。S1 的部分可以减电抗性，然后是对世界有用的。那 S2 的话有额外冲击伤害。S3 就是也有额外冲击伤害，跟50%的几率免伤，怎么奇怪？还有一个增伤。你现在看到这个技能应该是没有点满的啦，因为那个角色预览的部分的话，它没办法把技能给点满，这个一定要等拿到角色的时候才能知道。但没关系，我之后一定会做一部就是满面雷神测试的影片，到时候就可以看得到它的技能点满是怎么样的状况了。S4 的部分的话也是减抗性，然后又有加 buff。S5 的话也是有减抗性跟减防，然后这些都是对世界有用的，还有麻痹跟无敌3秒，这点满应该就不一样了。那目前看到的觉醒技就是只有这样子，没关系，我们一样技能预览哦。官方直播的技能预览真的蛮拔位的，因为他们就是一个技能一直点个3次这样子而已哦。我们看一下那个 S5 看似是没有制空的。但因为它有无敌的关系，所以这个有没有制空倒是还好。那我们看一下 S4 的部分。S4 的部分的话，就是2段式制空啊。那 S3 有免伤。然后我们看一下 S2 好了，感觉它制空好像蛮少的对，它的制空并不是像雷神所有的那个胖子制服一样那么多。那也就是说，只能看到它之后的技能伤害到底高不高了哦。那如果比雷神高的话，那雷神情何以堪？这个就是他的觉醒技，他跟雷神产生了一个碰撞，然后奥丁就下来去做一个停战。就这样，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位角色吧。下一位角色的话，就是星星理查德，一样把它弄到满看一下。不用哦，我直接点英雄就好了，因为角色里面已经有他了。自身的话他有领导力，然后自身有加能攻。技能的部分，它是保证回避加20%，这是它的 T2 被动啊。那 S1 的话可以移动的，那 S2 的话是有减防，而且对世界有用，上限是40%。S3 可以贯穿无敌，而且也可以攻击有无视制空的敌人。S3 的部分就是跟小只星星的 S2 一样，但它的冷却就比较久一点，因为小只星星冷却还蛮快，它就没有那么快。S4 的话又是无敌5秒，然后有 buff 跟40%的几率可以攻击15。S5 的话也是有减防，上限是50%，有昏迷3秒跟陷阱3秒，然后可以回血，又有免伤3秒，那又有 buff。T1 被动的话，他也可以当工具人呢，就是英雄阵营的队员啊，就是 25% 的几率无视对方的回避率跟增伤40%。他自己也可以当工具人，然后他也可以当别人的工具人，而且有20%的几率无视对方回避率队长技能是能攻加30%，好像有点特色，又好像是没有特色，感觉现在工具人能力就是已经开始大放送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 S5。S5 在官方直播上面看呢，真的很有震撼力，段数非常高啊！哇靠，超高的好不好？那 S4 的话就是小星星的 S5 无敌。那它 S5 的话是全程自空的，看起来蛮强的。S3 是全程自空的。
而且这可以是打，这应该就是跟大妈的那个女权之拳一样的、啊，跟大妈的 S4 一样啊。她自空，然后可以去攻击无视，可以去攻击制空的角色啊，然后可以贯穿无敌哦。那 S2 的话，就是有减防跟 S1。感觉它跟小山姆比起来，它是真的比较是类似有格斗能力的角色。那我们看下一位，第2个是包强度一定都有一定的强度啦。那么下一位的话，就来看一下月卡角菲拉好了。菲拉也是有领导力，然后能攻。那我们看一下他的技能的部分。他自身也是应该算小工具人啊，全宇宙的角色，那所攻加25%，跟技能伤害增加25%，还有追加伤害加15%。这次几乎都有做工具人的能力。那 S1 的话，额外出血烂招。好 ，S2 可以减防，然后是无视免疫，这对世界王是有用的。然后又有免伤4秒。它的 S2 的话，就是有一个龙炮啦，就是它被打可以累积伤害。那我们看一下 S3 的部分的话，是昏迷3秒。那 S4 也是可以减防，也是对世界有用的。哎呦，这次的看起来好像他们的减防都是对世界有用的。那 S5 的部分的话，减少速度15%，昏迷1秒，然后也是可以回血跟有无敌4秒，还有所攻所防的 buff。那它的 T1 被动就是可以反射能量伤害，基本上反射能量伤害这个，因为现在角色大部分都是有做自空啊，所以可以反射的也不太有用了。其实对两技能防50%，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技能预览的部分吧。其实它的技能的部分呢，看一下它的 S5，因为它有无敌啊，所以它的 S5有没有自空，其实倒是还好。那 S4 的话，是跳起来之后才开始有自空的。那我们看一下 S3 好了 ，S3 是全程自空。好，我们看一下 S2。S2 因为有免伤的关系啊，所以有没有自空倒是还好。那看一下 S1 好了 ，S1 就没有自空了。如果说以月卡角来讲，目前看起来似乎是还好，但如果你要取得角斗士的话，就是一定要有这位角色被绑定了啦。那接下来就来看一下黑鹰计划。黑鹰的技能，说真的，这种有翅膀的角色啊，其实技能真的都是很相像啊，飞来飞去嘛，然后用翅膀攻击嘛之类的。他也是有领导力耶，真让我讶异，怎么这个角色蛮多都有领导力的？那他的T1 被动也是自身有无视防御20%，跟20%的距离无视对方的回避率。他是能攻角S1 的话昏迷2秒 ，S2 也是的减防也是对世界有用的。那 S3 的话可以回血，这回血耗是可以回蛮多，一次回17%那也是可以反伤了，跟有5秒的免伤。那这个龙炮的话是累积你给对方的伤害，跟菲拉比较不一样。S4 的部分就是有额外灼伤跟额外出血。S5 有额外灼伤跟50%的几率攻击失误，也是有着 buff 啦，所攻40%。那他的 T1 被动，就是自己当自己的工具人啊，他自己有反派增伤30%。这个是对其他角色是没有用的，是他自己当自己的工具人而已。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技能预览的部分，免费缴啦。
S5还有做动画哦，而且是全程自空的。那我看一下它的 S4，它的 S4说真的就是跟天使真的很像啊，有翅膀的角色好像几乎都逃不了这种技能循环的。那 S3的话也是有回血，这个部分真的就是跟天使很像，天使的 S3也是回血。那 S2 也是这样攻击，那 S1 的话就是用翅膀攻击。说真的，翅膀系的角色技能再怎么做都差不多了啦。那接下来看一下本次的大石怪大胖子角斗士。其实，在我做这影片开始之前，我已经先看过大部分的技能了啦。那角斗士的话，他是超级英雄，这次似乎是没有反派，这次都是超级英雄。那他也是领导力。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技能哦，他的 T2 被动就是回血，这个回血的系数是跟金刚狼一样的。但我真的觉得有很可惜的地方，是为什么他会是近战角？你明明就是生活在宇宙的人啊，这为什么会给他做成近战角？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啊！如果你今天是宇宙角的话呢，可以回血，那这个角色说真的会是蛮值得期待的啊。但怎么会是这样子呢？让我有点小失望啊。那他的 S1 的话是昏迷3秒跟额外灼伤。S2 的部分昏迷3秒，那 S3 的话是冷伤的系数，然后冰冻2秒跟累积对方伤害的龙炮。那 S4 是火伤，然后有额外灼伤，跟 buff 也有 buff 在啦，就是锁攻加40%。那 S5 的部分有无力化，然后可以减防60%，跟无敌贯穿。而且它这个贯穿是100%的，又有无敌5秒。T1 被动就是自身有超级护甲，然后锁防加40%，跟减伤加40%。那他自己当队长的话是锁攻加45%。基本上给他放近战就烂一半的啦。这真的是第一次遇到很让人很没 feel 的连锁角。好，看一下真的技能预览。明明跟他同差不多的太阳神是宇宙角，怎么会给他做近战角呢？我们看一下 S5 哦 ，S5 也是有着大动画，那看起来他的攻击段数似乎是没有星星的 S5 多诶。然后有减防，那 S4 的话就是眼睛的射线，那还好的是它的 S4 是有自空的。好，接下来是 S2。S2 的话，前面是有自空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S1。S1 没有自空。但是可以让对方沉默。那 S3 的话有免伤，看起来真的还好可能真的是要把它练好练满才知道这个角色到底强不强。但因为目前来讲，你没 T3 就很难去把它放在极限盟战这个部分啊。那因为也没 T3，你又很难把它放在时间线。因为它是近战角，如果你是宇宙角的话，也许可以跟银色抽浪手拼一下强度如何。那因为它是近战角。好，那接下来就来看本次的 T3 星爵跟宇宙恶灵骑士啊。我们现在看一下宇宙恶灵骑士。那接下来就是制服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宇宙恶灵战警的制服好了。他穿上这件制服之后，也多了宇宙能量这个能力，就是无视防御5%，跟超级英雄还有反派增伤各5%。那相对的，在世界勇的小帮手部分的话，它就是
增伤的部分也会比较高一点。那接下来就是它的技能的部分哦。它自身就是无视防御15%，所以它本身不算卡片，不算同位数的，它无视防御就已经算很高了，而且有35%几率无视对方的回避率。S1 的话，然后这是 S2， 额外着3秒跟陷阱3秒。那 S3 可以回血，而且一次回20%，还蛮高的，而且有免伤5秒。那这个龙炮的部分的话，就是累积自身所受伤害啦。好，那 S4 龟派气功哦，这个就是减少所有争议效果58%，并减少持续，其实是给对方的一个负面状态，然后有昏迷3秒跟减防哦。它减防一次减50%，虽然说上限是50%，但它减防一次可以减50%，这还蛮屌的哦。接下来上了 S5 的部分，有额外灼伤，陷阱5秒，那也是有减防。不得不说，不过它这个减防是对四救没有用的啦。不得不说，这次角色好像他们的减防几乎都是对四救有用的。然后接下来就是它的 T1 被动技能减10%。这样说实在的。宇宙20骑士啊，好像不含卡片啊，不含同位数啊，它的冷却跟无视防御几乎都快满了。那再来就是看它的制服的部分哦。它的连锁的话，第一件是非凡复仇者的幻视，那第二件是红队的暴风女，第三件是全心全意的蜘蛛人2099，第四件是白史士，那第五件的话是月亮女孩。再来看一下它的制服效果，哇靠！自身不过它这个只有自身哦，自身有超级英雄跟反派的增伤50%，然后减伤有25%。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还有官方打我脸啊，没有把它给开放觉醒，所以相对来说，它以后还是有机会可以开放 T3， 也许。好，那另外一个部分哦，我还没看它技能预览，我们来看一下好了。说真的，它这个 S5啊。在后面的那个能量大爆发的部分啊，真的很有还原漫画的感觉，因为它漫画啊，它跟其他时间线的那些英雄战斗，它真的就是后来舍弃了他的武器，然后直接爆发他的宇宙能量，就像现在这个样子，爆炸。然后 S4 的话就是龟派气功，卡梅哈梅哈。我记得官方直播放这一招的时候，真的是底下一堆人在刷留言，刷龟派气功。龟派气功，那看来是他 S3 的可以累积自身的龙炮。那 S2 的话，就是甩他的锁链。再来是看他的 S1 的部分。S1 的部分的话，前面有自空倒是还好。那 S5 的话是全程自空的。不过他的 S4 就没有自空了，这该怎么说呢？实际上这强角色到底好不好用，我们还是等下几部影片就知道了吧。好，接下来就是本次的大魔王 T3 星爵，很该死的，官方给我们的星爵是没有 T3 的，它是给我们66级的星爵，而且装备没有点，潜力也没有点。制服没有升，是刚好还好他们有留一张那个制服的直升机券给我，我就直接把它升到了神话。我们看一下它制服的相对应制服好了，无限之战的火箭，那惊奇大妈的大妈跟无限之战的那个星海，还有就是火凤凰的密克跟胖子索尔。都还算是不冷门的制服啦。制服效果保证回避加30%。官方这个重击真是重打脸那些帮星爵讲话的玩家们，你们的脸，有觉得很肿吗？说真的，就是我真的被我说中了啊！为什么会延上呢？就像现在这个样子啊，制服没专属，然后制服的能力啊，又没有说改的很多。然后它的 T3 技可能各位在官方直播如果有看的人应该也看到了，真的就是还好而已。
感觉就是卖粉丝情怀的一个制服跟角色。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技能的部分哦。这个应该是没有变啊，应该是跟之前的差不多。那 S1 的话，那这是它的 S2 也没有负面能力。那 S3 可以减防，那又额外冲击伤害。S4 的话有免伤5秒，又额外左3个昏迷3秒。S5 的话就是有龙炮，那这个是累积给予敌人的伤害，跟锁攻加45%，还有昏迷2秒，还好，看起来真的还好。那另外就是他的队长技啦，变成能攻加55%，但还是没有火凤凰的独眼龙高啊。火凤凰的独眼龙加起来是有65%。好，我们看一下他的技能预览的部分好了。接下来就是这个是他的 S5 啊，真的就是完完全全在跳舞啊。那 S4 的话 ，S4 是全程自控，因为说更正，它 S4 基本上是前面只有自控的，难怪要给它免伤。那这个是它的 S3 的部分，前面有自空，2段式自空啊。接下来是它 S2 的话，后面自空，跟它的 S1 是前面自空的。接下来是看一下它的 T3 技哦。T3 技基本上就是真的是卖情怀的，把许多英雄都给叫出来啊！勇度、火箭跟星星还有格鲁特这4只，怎么没有耿摩拉？怎么没有耿摩拉？我也觉得蛮奇怪的。那这是他的 T3 技哦，昏迷3秒，陷阱3秒，那沉默3秒，跟有暴击还有无条件提升暴击。看起来真的还好没关系，我先把它升到 T3 好了，因为刚好官方有给我们那个强化券，我直接给它吃下去。那接下来呢，我把它那个装备给点满，还好材料是够的。如果材料不够，我真的会想骂官方，事情做一半的。原本是加20而已的啊，我是趁还没录影片之前先把它加到加23，因为怕点太久浪费大家的时间，所以我就是给大家看从23加到25，以及那个潜力支撑区是怎么样的东西。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把星爵 T3 了。我们来看一下星爵的 T3 动画究竟是不是更新速报式的动画呢？各位期待吗？靠腰，我错了，要 T3 星爵只能靠史诗任务天杀，难怪他们不升他。傻眼，傻眼。再来呢，就是这次的图像的部分，洞洞贴图啊。如我说的，这次有放新的，一个是所有的风暴破坏者，那一个是火箭。那这个的话是星爵，这个我看下面它是写，这个是不是第一个时报才会有的？那因为这个的话，下面是讲的嘛，这个是第2季的未来那个通行证，那这个也是通行证，这个是传说通行证，那这个是神话通行证，神话通行证是送你火箭，然后这个应该是第1个时报才会给的。好啊，那以上就是这次的先行版的东西。原本真的以为可以讲的很多，但真要讲起来，真的就还好。真的说真的啦，角斗释放力量真的又让我有点大失所，还蛮失望的啊。那接下来下一部
我就没办法讲 T3 星爵的，我可能就是要先做史诗任务的影片了，因为星爵只能靠史诗任务才能 T3。那些投票的人啊，真的跟你们说声抱歉了，我真的不知道官方会这样子，我以为星爵可以让我自己 T3，没想到他真的要靠史诗任务才能 T3。好，那我们就下一部史诗任务影片见，那就谢谢各位收看，喜欢的影片记得订阅及点击小铃铛，我是基友健华岛，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你干什么要拍照？爸爸，你干什么要拍照？拍你唱歌啊！你要不要再唱一次？